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我站在天台上，迎着寒风，心里全都是结婚2年以来的酸楚。等我死了，化作厉鬼，也不会放过你们一家的。泪水划过脸颊，毅然决然一跃而下。今生今世，就此别过吧。然而再次醒来，我却躺在医院的 ICU 里。既然老天不让我死，那么就复仇吧。和林斌的结识充满了浪漫气息。那天正好是情人节，我在网上订了一束花送给单身的自己，算是蹭一蹭节日的喜气。然而送来的玫瑰却不是我订的那一束。跑腿小哥一拍脑袋，觉得可能是自己送错了。他一个电话打给这束玫瑰的主人道歉，谁知对方十分豁达，表示自己刚刚跟女友分手，不想睹物思人，于是干脆把花送我吧。我不肯接受陌生人的善意，坚持要来对方电话号码，准备给钱。一来二去，我们就这样认识了。我是一个孤女，从小因为是个女孩而被父母抛弃，辗转送养后，在养父母家中受尽苦楚和苛待。等到给年迈的养父母养老送终后，这个世界上真正只剩下了我一个人了。要是真想还玫瑰花的人情，不如请我吃饭吧。电话那头的男人坚决不收钱，而这样变相的邀请，我不知道每年要拒绝多少次。原因很简单，我自己做生意赚了些钱，长得也不错，追求者不少。然而因为童年被抛弃的经历，导致我是一个坚定的不婚主义者。婚姻只会带来无尽的痛苦和折磨，除此之外，我感受不到一丝温暖。然而林斌就这样闯入了我的生命。他绅士，温文尔雅，不烟不酒，没有那些我印象当中父辈的坏毛病。我相信他会是一个待人温和的人。那顿饭后，林斌对我展开了强烈的攻势。他说自己是一家公司的创办人，平时做装修生意，老家在农村，是靠着自己一步一步打拼才获得了现在的成就。同样农村出身的我对此深有感触。当自己的身后空无一物，那种孤注一掷的感觉会特别明显。很庆幸我们都熬过黑夜，拥有了璀璨的未来。你这样的女强人都没有安全感，放心吧，我会永远对你好，改变你对这个世界的戒备和敌意。不可避免的，我平生第一次坠入了爱河。或许是林斌的真诚打动了我，很快打破心防，准备进入人生的新阶段了。忘了跟你说，我老家还有母亲和弟弟，他们供我读书不容易，特别是弟弟，为了我读到初中就辍学了，我心痛啊。以后我们结了婚，要加倍对他们好。林斌的孝顺让我深受感动。我从小没有感受到家庭温暖，没想到嫁人还能收获幸福的一家人。当初说结婚什么好处都没有，看来是我太武断了。然而现实很快就啪啪打脸了。首先是结婚后住哪里的问题。我万万没想到，林斌一个公司经理，婚前带我去参观的房子居然是租的。老婆，公司正在飞速发展，我的现金全部都压在货款上，等我以后发达了，把公司做到上市，一定买海边别墅，让你当最幸福的阔太太。住不住别墅我倒是不在乎，看来这婚房只能设置在我自己的房子里。虽然有些失落，但我仍安慰自己，做生意的现金流的确很重要，事业心强也是好事。然而正当我准备重新装修一下婚前房产时，林斌又有话说了。他说结婚必须住新房，旧房子的风水会冲撞新婚夫妻的感情，导致夫妻不和。你那房子也住了好几年了，不如卖掉，
咱们买套新的。事情发展到这里，我还是没有引起警觉，甚至认为林斌想让我住新房是心疼我。等到房子卖了，新房买了，我们也领证结婚了，真正的噩梦开始了。那天我刚出差回到家，婚房里乌烟瘴气，一群男人在意大利真皮沙发上坐着抽烟，一群女人窝在厨房里嘻嘻哈哈。我险些以为走错了门，小敏回来了，快来看，这就是我的城里儿媳妇，又漂亮又能干。听着声音迎上来的是我婆婆，那个只在婚礼上见过一面的女人。她笑呵呵地拉着我，让我挨个向长辈们问好，说他们是来参观林斌新房的。我儿子真有本事，娶了城里媳妇，还买了那么大房子，以后我就在这里养老了，跟着我儿子啊，保管吃香喝辣的。婆婆吐沫星子横飞，吹牛不打草稿。我皱着眉头，不知该说什么。好在关键时候，林斌回来了。你妈这是咋回事？不请自来，还说房子是你买的，以后要在这里养老。我赶紧把他拉到一边，问问究竟是什么情况。谁知林斌不以为然。我妈生我养我，给她养老不是应该的吗？再说你嫁给我了，伺候婆婆更是天经地义呀。至于房子，老人在农村憋屈了一辈子，好不容易儿子有出息，吹吹牛怎么了？又不会掉块肉。我被一阵抢白，目瞪口呆。没想到平时什么都尊重我意见的林斌，居然也有强势不讲理的一面。整整1星期，亲戚们把家造得不像样，好不容易等他们都走了，婆婆却留了下来。我们老家说，家里有老人才容易怀上孙子。小敏，你可要加油啊，给妈争口气。在听到这种荒谬的话，我已经欲哭无泪。然而婆婆也践行生孙子监督员的职责，时常给我求来偏方，甚至做生儿子的技术指导。我的生活苦不堪言。好在没几个月我怀孕了，心想婆婆这下总该回去了吧。没想到她一点要走的意思都没有，成天盼着抱孙子。然而事与愿违，10月怀胎，我生下一个女儿。你真是个没用的扫把星，我家这不是要绝后了呀？把这丫头片子扔了吧，抓紧再生个小子。婆婆横眉冷对，林斌也整天唉声叹气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我得了产后抑郁，生不出儿子还装病。这种女人要来有什么用？婆婆骂得更凶了。而那次无意间听到他们母子的对话，却让我直接产生了轻生的念头。儿子啊，妈整天愁孙子，愁得睡都睡不着。妈，别怕，那女人产后抑郁很严重，也就是得了精神病。过段时间我去起诉离婚，不但房子和财产能分走一半，还能说她精神有问题，带不了孩子。房子孩子一到手，到时候丫头我们卖了，再找个更好的媳妇，还愁没孙子。还是你小子有心机，当初骗他说你自己有公司，空手套了半套房子，现在又踹了他，真聪明。2个人在房间鬼鬼祟祟密谋，而站在门口的我感觉到快要窒息了，胸口像是有一口老血准备喷涌而出，止不住的剧痛。原来他一直都在骗我，什么公司，什么别墅，什么一辈子对我好。看来网上那句话是对的，不婚不育保平安。看着怀里熟睡的女儿，她还那么小，她的爸爸和奶奶就想着怎么把她卖了，换取价值最大化。而我居然那么傻，自己吃够了重男轻女的苦，还给她找了个重男轻女的爸爸。我不甘心，我可怜女儿，可是被这突如其来的真相击打得溃不成军。我想到了死，抑郁症在那一刻成了我身体里最可怕的恶魔。我一辈子都被那个男人毁了，却毫无还手之力。难道真的看他从我身上分走一半财产，
然后赶走我，卖掉我的女儿吗？别一天躺在床上，当媳妇也要有当媳妇的自觉。你生不出儿子，以后就好好伺候我儿子和我。真是没爹妈教养的野孩子，啥都不懂。不知老太婆是不是故意来气我？她把躺在床上头痛欲裂的我使劲拉下床，甚至把我单薄的睡衣一把扯掉。快换衣服去拖地，不然我可拿扫帚赶你了呀！我赤裸着上身，抑郁症让我浑身无力，没有丝毫抵抗的能力，只能任由这个老太婆羞辱谩骂。一个人怎么能卑劣到如此地步？我万念俱灰，下定了死的决心。那天晚上，我把女儿放到朋友家，留下一封信，让她在我死后把孩子送福利院，然后站到了小区楼顶，6楼的高度，我一跃而下。本想就这样一了百了，然而楼下的一棵树正好挡了我一下，没死成。躺在病床上，我像是做了一个长长的梦。梦里，大学时我唯一的闺蜜痛斥我太傻，如果就这么死了，不是更便宜凤凰男一家了吗？我惊醒过来，对呀，现在离婚，损失的只是半套房子，而如果我死了，林斌就能霸占我全部资产。凭什么？知道我坠楼住院，渣男来看了我一眼，甚至连医药费都没交，就匆匆离开了。或许他惋惜我没有当场摔死吧。我奇迹般的好了起来，除了身上的多处骨折，还有抑郁症。这一跳像是打通了任督二脉，我脱胎换骨了。我拜托护工从朋友家把女儿接了过来，好好养病。等出院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找了一家律师事务所，询问怎样能在最大限度保住财产的情况下离婚。谁说离婚你要分他半套房子？那房子是在你们领证之前买的，他没有出资，自然和他没有半毛钱关系。律师的话让我如醍醐灌顶，原来并不是夫妻就要分财产，毕竟房子的确是我一个人婚前购买的，没错。而据我所知，林斌眼看我躺在病床上，已经准备着手卖房子了，而我打算给他致命一击。我出院的第2天早上，林斌和婆婆还躺在家里，突然门被人重重敲响了。谁呀？我们受杨敏小姐委托前来装修这套房子。她说这房子里住的无关人等，都要清场。什么？杨敏出院了？我才是这套房子的主人，我不让动，谁敢动？林斌那天还约了好几拨人来看房，准备将房子偷偷卖掉，谁知我就来了这么一出。谁说房子是你的？我的律师及时出现，他拿出我当初买房的资产来源证明，出示给渣男、装修工人和左邻右舍，证明房子的归属。但我是她老公，这房子怎么会没有我一半？渣男气急败坏，而婆婆已经坐在地上开始拍大腿哭了。对了，鉴于你们装大款骗婚、重男轻女、算计财产等行为，杨敏小姐已经委托我向法院起诉离婚了。你很快就不再是她老公了。既然你们嫌弃女儿，那她会积极争夺孩子的抚养权，你以后还要每月支付抚养费。另外，请你和你母亲现在立刻从这所房子里出去。我的当事人有对这套房子的处置权。装修工人们很上道，他们在婆婆的哭喊和林斌的怒骂中，把他俩的行李扔了出来，随后开始着手装修。消息传来时，我正带着女儿暂住在酒店。对于结果我很满意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